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李现出演电影《抵达之谜》，真理和共识总会到来。影片讲述了1990年代的小镇上，小龙、方圆、三皮和老人4人组的故事。他们在10几岁的时候，过着典型的问题少年的生活，打架、泡妞、看视频，在街头耍酷。一天，小龙李现世和他的好朋友方圆爱上了一个女孩，他喜欢的女孩是徐冬冬。因为小龙的误会和方圆的主动，三者之间产生了难以形容的三角关系。但剧情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发展，三角恋在少男少女的诱惑下逐渐明朗。这时，小龙、方圆和另外2兄弟遇到了难题。傲慢、霸道、倔强的少年，对于想要谋生的成年人来说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带着心中的不满，带着身边人的鼓励，他们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，反而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小龙和他的兄弟们偷了船上的油，被打了一顿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小龙选择了自焚。后来证明，小龙等人烧的船是吴姨弟弟怂恿他们烧船的船。就在小龙一家去火上浇油的时候，徐冬冬拿着自己凑的钱来找小龙，希望用这笔钱平息事态。可悲的是，烧船并没有引来阴谋和报复，徐冬冬不知去向。剧情就这样出了岔子，三皮离开小镇远走他乡。最后1年，因为女友在舞厅打工，破坏舞厅，被判入狱半年。小龙也曾与方圆大打出手，分道扬镳。如果你看到这个，情节是否正确？但是我看着它的时候有点尴尬。正如我们常说的，艺术应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当故事进行到一定程度时，故事中的人物总是给我一种真实的耻辱感。装酷的人没有信仰，失去了本来面目。残忍和被迫逼到角落的忏悔真的让我很震惊。这2件事同时让我害羞。下半场，小龙开始发力，仿佛瞬间长大了。他非常确定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找到徐冬冬，找到徐冬冬失踪的真相。小龙在船上辛勤工作，一心一意地寻找徐冬冬。至此，影片的主题开始浮现。抵达之谜是片名，可能就是徐冬冬失踪的真相。小龙听从指示寻找真相，甚至绑架并监禁了当事人。直到多年后，他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、不堪回首的真相。我一直在寻找的真相摆在我面前，接下来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它。兄弟俩意识到斯里兰卡人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人应该好好的活着。小龙认为斯里兰卡人已经去世了，造成这样结果的人应该有个账，而不是安安稳稳的活着，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兄弟。